美援乌法案通过，援助可在1周之内抵达乌克兰。海王星再次击中黑海舰队舰艇，克里米亚将有重大行动。继乌克兰5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8个州之后，莫斯科圣彼得堡再次发生火灾。以伊之间的冲突证明了伊朗导弹的真实实力，但也暴露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很难抵御以军的袭击。4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大规模对外援助方案，总金额高达950亿美元，其中608亿美元用于援助乌克兰，260亿美元用于援助以色列，为印太安全提供超80亿美元援助。此次的援乌法案之所以会通过，主要是乌俄战场的情况对乌军不利。法案通过前，欧美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及时援助乌克兰，乌军在乌东面临全线溃败，甚至不排除年底前全面防御体系崩溃。众议院这才通过援乌法案。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提出的608亿美元援乌方案，与参议院之前的610亿美元方案大致一样。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解释了将如何使用美国援助，其中499亿美元用于国防开支，78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用于潜在的预算开支，15.7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4亿美元用于边境保护和人道主义排雷。众议院通过法案之后，援乌就只剩下2道流程：参议院通过投票以及拜登签字。其中参议院由民主党主持，在4月23日投票。火力军估计审议援助方案只是走流程，很快就会通过的。拜登的态度呢也很明确，之前就表示参议院应尽快批准援助乌克兰的法案，以便尽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所以签个字也不需要多长时间。一旦援乌法案在众议院、参议院通过，并获得拜登签字，五角大楼将立刻获得超过137.7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大批早已准备好的武器弹药会迅速运往乌克兰。美国有2条途径可以加快援乌速度，第一个是总统缩编授权，可以直接从美军现有库存提取武器弹药。一般情况下，总统缩编授权转移武器在几天之内就能抵达。另一个呢，就是从欧洲库存中提取，几乎可以立即向乌克兰援助155毫米炮弹与防空弹药。4月20日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已经预先在欧洲调配了乌克兰所需的武器和装备，预计1周之内，乌克兰所需的援助将出现在前线。新的援乌法案通过，也就意味着乌克兰将拥有更多的武器，重点就是远程导弹和防空系统。4月21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表示， ATACMS 导弹可能会在下周末运往乌克兰。如果美国支付 ATACMS 导弹，德国金牛座导弹也没有理由不援乌。此外，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还包括将俄罗斯的冻结资金转移至乌克兰，还将为乌克兰带来8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同时，美国还在考虑向乌克兰派遣60名军事顾问，帮助乌克兰维护美制武器，并为乌军提供建议和支持，但不会参与军事行动。过去几个月，因为乌军缺乏弹药，俄罗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只是1周之后，俄军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乌俄战场之上，海王星再次摧毁黑海舰队舰艇。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表示，本周2或者周3，参议院就可能会通过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援乌议案。周末，300公里射程的 ATACMS 导弹就可能运往乌克兰。按照马克的说法，过去2年，乌克兰用不到美国国防预算的 3%， 摧毁了俄罗斯 87% 的现有地面部队， 63% 的坦克以及 32% 的装甲运兵车。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一名美国士兵。4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随着俄罗斯加强对乌后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呼吁北约紧急提供7套额外的防空系统。目前，欧盟和北约正在向希腊和西班牙施压，要求将其 S-300 和爱国者移交给乌克兰。就火力军来说，这些地理位置很安全的国家拥有大量的防空系统，北约的做法也无可厚非。4月21日上午，乌克兰使用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一艘位于塞瓦斯托波尔的舰艇，舰身燃起大火。塞瓦斯托波尔当局负责人拉兹沃扎耶夫表示，俄军防空部队拦截了乌克兰导弹对舰艇的攻击，火灾是由掉落的弹片引起的，但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是舰艇损毁。乌克兰已经证实了这件事。这艘被海王星击中的舰艇是公爵号，属于黑海舰队的海上辅助船，用于潜艇救援。公爵号算是俄罗斯海军中服役时间最久的舰船，1915年就已经下水。黑海舰队一直修修补补，还在使用这艘打捞船。
此前，乌克兰宣布在2024年将海王星导弹的射程增加到1000公里，并将产量增加10倍。看样子不是说说而已。而且乌军大白天就袭击黑海舰队，也足以说明克里米亚的防空的确出现了问题。加上乌克兰之前表态摧毁科赤大桥，火力军估计未来几个月乌军要在克里米亚搞事情，下个目标是舰船还是科赤大桥，让我们拭目以待。继4月20日乌克兰5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8个州之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再次燃起大火。4月21日，摩棱斯克、库尔斯克等地继续燃烧并爆炸。4月22日，莫斯科附近的一家工业公司发生大火，起火面积超1200平方米，这里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只有80公里。同时，圣彼得堡的一个加油站发生第2起火灾，起火原因和损失不明。俄罗斯沃罗涅日的机电工厂 ELM-ASH 着火，起火面积超3000平方米。同时，乌俄战场当前的战况依旧很激烈。按照乌军公布的战果，俄军的日均伤亡稳定在700以上，俄军在不断派兵填线，但是俄军坦克和装甲车被击毁数量却有些减少，这意味着俄军装甲车生产与翻新旧车的速度已经不如从前，战场上的装备不多，损失自然会少。相比之下，俄罗斯被干掉的防空系统以及运输车辆却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俄方无人机补充数量较高，说明有其他国家在为俄罗斯补充无人机。此外呢，俄军还计划发起夏季攻势。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俄罗斯可能将在5月底或6月初发动一轮新攻势。而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希尔斯基在4月15日接受 CNN 记者采访时表示，俄军计划在5月9日之前攻占恰索夫亚尔市，直指康斯坦丁诺夫卡。双方即将迎来一场新的战役。虽说乌军拥有地形和无人机方面的优势，但当前的兵力与火炮依旧处于劣势。对于乌军而言，俄罗斯的滑翔炸弹威胁还是很大的。不过，一旦美国援助的武器抵达乌克兰，这种情况呢就会改变。乌军补充炮弹与防空导弹之后，俄空天军还敢不敢继续丢炸弹还不好说。按照布达诺夫的说法，随着美国援助和欧洲援助陆续抵乌，预计到2024年6月，乌军的作战方式会得到显著改变。以伊之间的冲突证明了伊朗导弹的真实实力，但也暴露了伊朗防空系统很难抵御以军袭击。4月21日，立陶宛军队指挥报告称，立陶宛和波兰在苏瓦乌基走廊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时间将持续到4月26日。此外，美国与葡萄牙的军事人员也参与了军事演习，预计整个演习将涉及2万名士兵和数千套军事装备。这次演习的目的就是演练立陶宛、波兰以及北约盟国军事编队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有效地展开联合行动，以应对外部威胁。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展现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国产武器计划的进展，但是呢，也暴露了其武器能力有限。伊朗袭击以色列，结果各位都知道，300多个导弹和无人机被拦截了99%，造成的破坏非常小。部分原因就是伊朗对这次袭击经过了精心设计，给予了以色列和美国充足的时间来准备防空系统。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也说明了伊朗中远程攻击能力的不足。虽说伊朗一直声称有能力对以色列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火力军没看出来伊朗的底气是什么。之前伊朗袭击以色列，基本上把所有能打到以色列的武器全部都用了一遍，可能不包括流星3与泥石导弹。不使用流星3主要是因为它太老了，而泥石导弹的生产成本很高，伊朗在演习中就很少使用，可能已经停产。不过伊朗导弹实力不行，只是精准性和精度有待提高，数量呢还是可以的。伊朗在一波攻击中发射了100多枚弹道导弹，也就意味着美军之前预估伊朗拥有3000枚弹道导弹大概是准确的，甚至说更多。而且伊朗在几分钟内发射100多枚弹道导弹，也就意味着伊朗至少拥有超过100个发射装置，这表明伊朗在生产导弹和发射装置方面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至于伊朗在袭击中使用的无人机，那就是用来凑数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以军防空系统的火力，让那些更先进的导弹能击中以色列军事目标。伊朗想象的很好，可惜没什么用。这些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全部被击落了。相比较导弹实力，伊朗的防空力量就很薄弱了。按照以色列防空部队前司令兹维卡·海莫维奇的话来说，伊朗是一个战术弹道导弹与无人机领域的超级大国。伊朗的防空系统呢，则另当别论。如果以色列与伊朗爆发战争，那么伊朗的防空系统将很难抵御以军的袭击。可以说，以色列击中伊朗境内的目标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伊朗空中力量陈旧过时，基本都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老式战机，其中有些是上世纪70年代巴列维时代的武器。而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基本呢也是老弱病残，其主要防空力量就是俄罗斯的 S-200 和 S-300， 或者以此为核心本土生产的类似系统，比如霍尔达德、雷电、猎人和奋斗等防空系统。对于以色列而言，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开伊朗地对空导弹的袭击，而是成功打击伊朗西部和南部的军事基地，这需要使用穿透性炸弹。一般情况下，以军只需要使用 F-35 携带小型弹药就可以躲过伊朗的防空系统，但是想要打击地下目标，就需要钻地弹这种大型弹药，这就意味着必须有 F-16 等战机外挂。当然，非隐身战机并非无法穿透伊朗防空网，只是被发现的概率更大。如果以伊之间的冲突继续升级，伊朗大概率会使用更强的武器，但导弹性能已经决定伊朗的战果不会很大。相反，因为防空系统的性能偏弱，伊朗所遭受的损失会比他自己想象的更大。对于以色列来说，面对伊朗的袭击，唯一需要在意的地方就是资金。以色列的多层防空系统都不便宜，根据分析，伊朗袭击以色列的成本大概在8000万美元至1亿美元。而以色列以及其盟友拦截这些武器所消耗的资金达到了10亿美元。另一边，英军最新战车亮相，首辆挑战者3完工。4月20日，英国陆军宣布，首批8辆挑战者3原型车已正式完工出厂，接下来将展开实际测评。性能通过验证后，英国会再改装140辆，交由英国陆军装甲部队使用。挑战者3不是一款重新设计的坦克，只是在挑战者2的基础上进行大范围升级改造而来的产品。这8辆挑战者3由 RBSL 公司在伯明翰附近的特尔福德工厂完成改装，其保留了挑战者2的车体构造，但是更换了新的炮塔、更强大的引擎、先进的感应器、瞄准系统以及更好的防护。不过挑战者3最大的特点还是在火力方面，将英国皇家兵工厂生产的 L30 120毫米线膛炮换成与德国豹2、美国 M1A2 以及日本90式坦克一样的莱茵金属 RH120 120毫米滑膛炮。挑战者2是北约国家中唯一使用线膛炮的坦克。挑战者3换装滑膛炮之后，可以降低英国军队的弹药和维修成本。挑战者3的防护性能也更强。挑战者2坦克上面是没有主动防御系统，于是英国就在挑战者3上面加上了以色列的战利品，增加坦克的生存能力，并且还加装了模块化装甲。在火控方面，挑战者3装备了法国新一代泰雷兹数字化火控系统，配备了一个自动探测目标和跟踪系统，探测、识别和跟踪目标的方式与智能手机进行人脸识别和自动对焦大致相似。对于发动机的改进，挑战者3并没有涉及太多，只是改了冷却系统，悬挂换装为第3代空气悬挂。德国 MTU 公司的1500马力的柴油机取代铂金斯1200马力发动机。预计升级后的挑战者3将会具备与美国 M1A2、SCP-V3 同等级的战力。根据英国陆军的计划，这148辆挑战者3预计将服役到2040年，与新一代步兵战斗车阿贾克斯以及新一代8轮装甲运兵车全师构成陆军装甲旅级战斗部队核心。论最新武器，美国陆军也获得了首辆 M10 布克。4月18日，美国陆军举办首辆 M10 布克的交付仪式，并将其编入82空降师。美国陆军规划 M10 今年将参与第82空降师的测评，首个操作 M10 的联级部队预计于2025年夏季编成。通用动力系统的 M10 源自美国陆军的移动防护火力计划。2022年6月，美国陆军授予通用动力系统公司一份价值 11.2 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生产96辆小批量试生产车辆。美军研制 M10 的目的就是取代旧型号的 M1128 机动火力系统，提供高机动性的装甲火力，可在各种战斗场景中快速部署支援步兵部队。在重型坦克可能因地形或后勤限制无法发挥作用或作战的环境中， M10 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M10 能否满足美军需求？快速部署、支援这两个词也就意味着对 M10 的火力、机动性有很高的要求。在火力方面， M10 的主要武器包括一门105毫米 XM35 线膛炮，可以发射高爆反坦克炮弹与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足以摧毁敌方装甲和工事等各种目标。机动性方面， M10 也极为出色，其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800马力，时速64公里，与 M1A2 战车的67公里相差不远。续航里程约为480公里，无需频繁加油即可长时间作战。此外，在部署方面， M10 也极为灵活，其战斗权重约为42吨，
虽说跟其他国家的坦克差不多，但与美国自家的坦克相比，这个重量已经很轻了。M1A2 车重63吨，甚至是同样搭载105毫米坦克炮的 M60A3 车重都达到了50吨。所以在空中投送方面，美国空军一架 C-17运输机只能运载一辆 M1A2， 却可以运载2辆 M10。至于防护方面， M10 就稍微有些一般了。为了减轻重量， M10 选择使用铝合金间隙式装甲，这种装甲防护性较差。 M10 正面可抵御500米外30毫米尾翼稳定托克穿甲弹直射，以及10米处全方位155毫米高爆弹破片。不过 M10 还集成了先进的生存功能，比如防雷装甲和主动防护系统。同时 M10 还可以根据任务要求增强防护性能，只是会增加战斗权重。按照美国陆军2028年改革计划与2028年陆军师编制计划，美国陆军将为2种作战师装备 M10， 分别是空降师和标准轻型师。每个师下辖一个独立坦克营，负责为空降兵或者步兵提供地面伴随支援火力，填补 M1A2 系列主战坦克与 M2 步兵战车之间的火力空白。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美国援助抵乌后会给乌俄战场带来什么变化？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